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见 C919 客机的巨大成功的。就比如说部分搞大国对抗论搞到魔怔了的美国政客。那么中国航发走向商用还有哪些困难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最近几天，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可谓是好消息不断。C919 干线客机在完成了京沪航线的首航之后，开始了沪蓉航线上每天一往返的正式载客商业运行，让大家看见了国产大飞机的美好未来。随着保障体系上的不断完备以及交付数量上的逐渐提升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在更多的国内主要航线上看见国产大飞机的身影。不过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见 C919 客机的巨大成功的。就比如说，部分搞大国对抗论搞到了魔怔的美国政客，最近就开始积极的炒作，要限制我国民用飞机制造业发展，限制 C919 项目成功的议题了。按照这部分美国政客们的观点， C919 的投入运营意味着中国将会减少对外国民航飞机的采购，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，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。美国必须要加以限制，避免 C919 替代了外国飞机的地位。但是时至今日，美国人能对919进行的制裁限制也已经非常少了。很多人一提到919，就必然提到什么依赖美国的航天系统、环控系统、液压系统等等。虽然挂着柯林斯、霍尼韦尔、利伯海尔等国外企业的名字，但都是引进部分技术自主生产的国产产品。美国人乐意制裁，那就制裁呗，制裁也影响不到我们拿现成的产品去替换。C919 上真正完全靠进口的大件系统，目前完全没有国产替代的，实际上只有 LEAP-1 发动机而已。那美国政客们现在要拿919做文章，也就只能做航发的文章，限制 CFM 公司给919提供 LEAP 航发而已。虽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，通用电气不会看着数千架飞机的订单，未来上万台发动机的市场放任美国商务部拱手出让，但航发对飞机来说确实是命脉，洋人更关心。先进战斗机航发、先进运输机航发等等都已经取得巨大成果，不如自由之门的我们，为什么在民用航发上反而还要再等上个数年时间，给美国人炒作制裁的机会？因为单就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这一领域而言，商用发动机本来就比军用发动机更难啊。这个难不光有技术上的，还有认证监管上的以及市场运行上的。能成功做出先进军用大涵道比涡扇的，还真不一定能做出成功的商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。从技术上来说，我们的航发工业当然已经有实力去研制 C919 的配套发动机，哪怕是长期被认为弱点，实际上是相对强项的材料上。我们陶瓷晶燃烧室，我们的复合材料风扇，我们的先进叶片与叶片盘等等，都已经实用化、量产化。正在飞行台试飞的 CG1000A 不就是证明吗？其上就用了不少的先进材料、技术与设计理念。如果我们局限于让 C919 飞起来，能安全载客运行的目标，那从发动机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试飞当中的 CG1000A， 不就是10至15吨级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吗？涡扇20不就是现成的？这发动机从各方面来说，都差不多等同于世纪之交的 CFM56。现在 CFM56 系列依然是全世界使用数量最大的民航发动机。A320ceo 与 737NG 这两大家族都在用它。919靠着先进的气动，肯定比这两款一路生产到5年之前，现在依然是各大航司主力的东西强。但民航毕竟不是一个讲什么我和它90年代末的水平差不多的领域，民航市场受市场规律支配，就是纯粹的先进者通吃的地方，不能拿出完全同等水平的发动机，那就是没有人买。毕竟航空公司是要靠盈利来过日子的，
你经济性上不去，可维护性下不来，那航空公司就只能有钱不赚王八蛋了。对军队用户来说，不够先进没有关系，能满足技战术任务书当中的任务需要就行。甚至哪怕是不成熟，也愿意等成熟；不耐用也可以等耐用；故障率高，也愿意帮着主机厂一起找解决办法。但民航不行，民航客户只要到手就先进且成熟的发动机，谁不能做到和别人一样先进成熟，那就会被市场抛弃。正因为民用发动机领域技术领先者通吃的这一特征， CG1000A 才必须在技术上直接与 LEAP 对标，挑战最困难，从核心机开始从头研制，这就是一项费时费力的长期工作。不过好在我们通过大量的航发项目牵引，把配套技术与产业链提前培养好了，技术上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，最多算是小小的挑战而已。在 C919 国机配过发上，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认证上需要的客观时间，以及市场配套建设上需要的物理流程。民航有远比军队定型更加复杂、更加耗时长久的取证流程。在我军那里，一型发动机只需要完成生产定型，甚至不需要生产定型，只进行设计定型，就能投入批产，进入服役。但在民航领域，没有通过型号认证，就是不能装机交付。而民航这里，设计定型连研制过程的一半都还没走完呢。民航发动机在完成研制后，还要经过民航当局的认证，就像919要拿民航局的型号证书一样， CG1000 也得走取证的流程，要完成取证是非的一系列工作。而民航的认证可比军航复杂多了，除了基础的推力、推重比、寿命、维护周期等指标外，还要考核各种排放指标、噪音指标等等。只有全部合格的发动机才能拿证投运。而民航取证的这个合格标准，是军发在服役后慢慢改进几年才能逐渐对标的。还是刚才说的，军发可靠性可以服役后慢慢改，民航取证时就必须已经是可靠的，这是需要物理上的时间的。而等航发完成取证之后，还得和民用飞机一样去建设市场，配建流通体系、备件库的建设，维护大修的相关设施与资质等等。这些市场配套决定了一款航发市场表现上的成败，而这是需要时间、需要成本的，是不能着急的。商发既然已经给出了 CG1000 的明确时间表，那我们拭目以待就好了，也没有必要去寻思今天试飞明天投运的事情。长远的看，未来当然必然是属于我们的。在强大的持续的投资之下，不断成长的中国航发工业前途必定是光明的。不过在走向光明的道路上，也得遵循客观的规律，尊重民用航空市场这几个字儿，不是？